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健身。今天是2024年9月26号星期四。今天想要来分享怎么样去辨别你的木田的电池是不是原厂的。之前都有在收一些电池，当然也有自己买的。这两个确定是我之前在原厂公司购买的，因为已经用了很多年了，电池坏掉了，那我就会把它拆起来，然后去看一下原厂的保护板的设计。那这个就是原厂的。有一些电池明明就看起来还很新，但是就是坏掉了，像这一个也是坏掉了，这一颗也是。那充电也不能充，还有一些是其他副厂牌的，那他们的接孔就是用 DC 的下去充的。我们购买一些副厂牌的，它也会送一个充电器，因为使用的时间久了，所以都会有一些电池是报废的。所以今天就来分享一些报废的电池，它们的主板设计是怎么样的。像这几颗不能用了，那这一颗很明显，它这边已经可以看到一条红色的电线，所以这一颗不用讲，这一颗一定是副厂的。这两颗是看不到，所以我们今天就将这3颗坏掉的拆起来看。像这一颗也是副厂的，但是我通常都是用原厂的充电器下去充，也是可以充到饱的。像这一颗就没有问题。这一些副厂的，我等一下也会把它拆起来。拆起来以后，这些保固就没有了。通常原厂的最简单的辨别方式就是卡扣这个方向左上方这边螺丝孔这边会有一个白色的防拆垫，最简单的辨别方式就是这样子而已。其他的一些标签或者是一些 logo， 像这种仿制的也都是仿的很像啊，但是你稍微一看就知道它是仿的，因为它的数字会稍微比较大一点，标签也是一样的，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一看就知道哪一个是仿的。原厂的电池外观上它会比较小一点点，你如果没有仔细看的话，看起来会好像一模一样的。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些电池拆起来看，通常副厂的它不会有一个防拆垫，这一种的电池我会建议你就不要用了。那其他的我们也把它拆一拆，这一颗也是。这3颗电池我已经拆起来了，它们的设计都是差不多的。这一种保护板的电池，我会强烈建议你就不要用了，就马上把它停掉，因为这一种电池的保护板很容易出问题。它们的保护很简单，就这样子而已。这个还算比较好，它有贴这个金科纸，下面就这样子而已。接下来我们来拆其他副厂牌的，像这一种它是用 DC 头下去充电的，那我们把它拆起来看。像这一种设计起来比较大版的这一种，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的。它的设计用料比较多一点，它整体的保护也是有的，下面也有做保护。拆起来我们就稍微把它清洁一下，再把它装回去。这一种电池是我购买其他的电动工具，就是木田款的工具送的。那我们一样把它拆起来看一下。那像这种，我个人也是认为它保护的不是做得很好，它电池的保护还算可以啦，这边也是有做的还蛮不错的。副厂的电池做法大概都差不多啦，它不像原厂的会做到这么严谨。还有另外这一种是我最近才买的，这一颗电池我们一样把它拆一下。像这一种保护板，我个人也是建议就不要用。所以如果我有其他副厂牌的电池坏掉，我就会把这个电池换过去其他那种我个人觉得还算比较好的保护板上。像这一颗副厂的电池，我们稍微给它看一下，虽然它跟一些这种副厂的电池设计上差不多，但是它的设计还是比较好一点。但是这一种板子我也不会去用这一种电池，因为它的设计坦白讲有一点简陋。另外来讲，它的温控它是直接腾空的，请问一下，你腾空这个你没有粘在电池上，你怎么样去做温控？所以这一种电池在使用上也是蛮危险的。所以这一种电池我通常也不会建议你继续使用。像这2颗电池是新的，那新的我就会把它留起来，因为毕竟它的电池还是可以使用的，只是它的重量跟原厂的重量比就有差，所以这一种都是虚标的啦。这种电池我就不会建议你购买，因为很多人都会去购买一些网络上的电池，所以我今天才会分享这一篇影片。像什么一些社群软体或者是一页式广告的一些电池，我个人建议千万不要再买。常常看到有的人怎么被骗啊，它的价格能够卖得那么便宜，你觉得它会是真的吗？它会是好的吗？所以我才会特别拍摄这一个影片出来。当然在我们的立场，我的建议就是你要购买电池一定要去买原厂的，原厂的设计保护它是比较
较严谨一点的，而且有经过认证的。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去买一些副厂的，因为这种电池烧起来的新闻也是蛮多的啦。所以还是建议你电池一定要购买原厂的。购买原厂电池的话，当然我会建议你选择比较正规的店面或者是购物平台，因为以前有听说过有一些人他专门去买人家用坏掉的原厂电池的外壳，然后去组装副厂的电池，所以有时候你看到它设计的外观或者是整体的造型都是跟原厂一模一样的。只要你不是在正规的商店购买的，那你在购买上还是要比较小心一点，因为还是有人会去做这种仿冒的工作。那我这一篇牧田电池拆解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敬请订阅和分享，谢谢。